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6日下午的13点1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美股的表现啊。昨天美股出现一个低开低走之后的反弹。这里的低开低走呢，我们看到啊，它的下跌的原因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在昨天有一个下行的动作，下行之后引发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的一个低开，但行情走到这里，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反弹呢是有持续性的啊。我们回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面呢走出周线级别下跌修之后啊，这个周线级别下跌修之后，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因为它是一个大时间周期的下跌，下跌的过程当中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关口3万点和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169均线啊，169周均线。这两个关键位置几乎在同一个位置，跌破之后呢，容易走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理论。所以呢，从本周一开始，我就强调本周是一个反弹周啊，在这里面呢，它还没有完整的走出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反弹的预期还在的情况下呢，多头依然存在啊。美股现在已经非常影响比特币的行情，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是美股的反弹引发了比特币的反弹，同时呢，比特币的自有结构也支持了这轮反弹。比如说，比特币呢是从3万美金跌到17605，跌破之后呢，我们发现了啊，这里面出现了第3轮反弹，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反弹呢22%啊，第3轮最大的反弹呢，现在是已经接近13%，同时这里面有个结构啊，是4小时级别结构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容易发生反弹的位置。当然了，这里的结构呢，我们看到它是从前面的这个变形来的啊，它是首先出现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动作，在焦点位反复震荡之后啊，一个双重巴特啊震荡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啊，逐渐角度收窄啊，在角度收窄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啊，酝酿出了本轮反弹。那么本轮反弹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啊，它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在这里面呢，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它的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为什么说还有一定的空间呢？我们看到了它的每轮反弹啊，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反弹22啊，它的每轮反弹都是逐渐减弱的。但是走到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我们看到啊，外围市场美股还没有走完它的反弹节奏。所以呢，比特币如果跟随美股的话，它容易走出什么呢？容易走出日线级别的反弹啊，容易走出日线级别的悟空、八戒、沙僧、唐僧这种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也就是说我们的日线的反弹。那么反弹的目标呢，我们是认为是在21000美金到22500美金啊这个区间范围。同时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也是在22500附近啊，这里面是有压力的，也是我们这轮反弹的一个目标位。但是行情整体呢，还是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反弹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这轮反弹呢，还是对3万美金到17605这个重大缺口的一个第3次回补。但3次回补之后呢，如果行情再度打下来接近18500之后，会形成4次波谷，4次波谷就符合我们江恩的定律啊。江恩定律之后呢，4次波谷等位置波谷定律啊，这个定律出现之后，行情会有不断的新低出现啊，后面的行情还会有一个持续的下跌啊，跌破这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波谷平台期的养成呢，是让大家伙在这个位置上不断的进场多头，多头反复实现之后啊，你就会认为18500美金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啊，最终呢跌破这个绝对的低点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多头全都会被在这轮行情当中杀死。所以呢，行情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大的趋势呢依然是下跌趋势，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但这轮反弹呢，在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呢，还有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所以呢，
多头现在可以耐心等待啊，发育完成之后再离场。那空头呢，在21000美金之上就应该开始逐渐的布局空单啊，逐渐的布局空单，因为这个月呢毕竟是比特月，比特币反弹是有一些机会的，但熊市的比特币月往往非常弱势，一般不会超过20%。一般不会20%。我们看到啊，牛市行情当中，比特币月的涨幅往往都能达到50%以上啊，但是熊市行情当中啊，它的涨幅是非常弱小的啊，10几、20%顶天了。所以呢，这一轮行情它的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啊，是在21000到22500美金这个区间啊。当然了，这一轮行情啊，它的比特币的反弹呢，会带动很多公链。像 NEAR 啊、那个 Link 啊这种公链啊，它都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啊，包括了这个 EJLD 啊，我们之前吃到一个大幅啊，几乎300%以上利润的这个 EJLD 都会有所表现。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的热点币啊 ，Luna C 还有ERN 啊这种呢出现了一个回调，但是板块它是轮动的啊，我们看啊，这个 ERN 现在走出了什么结构呢？它走出了我们之前预期的一个收敛结构，波峰连线已经出来了，波谷连线也基本上要走出来了啊，因为昨天呢它出现了一个新低啊，低点之后和前低啊前面上涨之后回落的过程当中，这个低点能够形成一条连线了，这样呢它的结构就出来了。我们知道2点呢能够确定一条直线，它结构出来之后，我们在行情当中就比较好做了，有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止损位啊，有一个它继续能走上去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现在这个行情啊，如果是现货的话啊，做一些比较热点的山寨啊，包括回踩过来的山寨，也包括公链。也包括公链啊，Neuralink 最近这2天表现都相当不错，都可以去尝试做一做啊。比如说我们一直观察的这个 Near 啊，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日线级别的震荡过程当中，这2天突然有所启动，虽然涨幅不大，但后面我估计它会有所表现。我们目前观察到很多山寨币都处在什么位置呢？都处在133日均线或者144日均线我们现在标注的是144日均线啊，这个133和144我们都经常用，现在都处在这个144日均线以下，但是强势一些的山寨币都已经突破了169日均线了，所以呢，目前可以重点观察的就是还在144日均下水面以下沉着的对于那些突破水面的像刚才说的ERN 呢LUNC 也就是 Luna C 这种呢已经强势突破的可以继续持有一些或者在回调下来它形成结构之后刚才我们说了 ERN 回调下来形成结构之后去做，所以呢市场机会更偏向于山寨币了因为比特币企稳并且比特币有所突破，还没有向前突突的情况下就是它的涨幅还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做一些山寨币的行情特别是在144日均线以下的山寨币可以考虑做一下或者是之前强势后来有回调之后呢形成结构的这些都可以考虑去做一些现货。然后以太坊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还是处在上方有一个压力的情况下这种呢它不容易发生表现所以呢以太坊目前走势非常弱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同时看到了以太坊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的一个沙僧位这个位置上，所以呢这轮它如果反弹到上方日线级别的压力线也就是大概是1450以上都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我们认为以太坊的反弹力度不强的情况下做空的位置大概是在1450到1550这100美金区间上方的3重压力分别是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这个5月份波峰连线的这个压力位所以呢它的反弹不强，在这里甚至形成了一个箱体，比特币都没有形成箱体，它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震荡的箱体，所以呢一旦突破
抵触到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就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位置。由于还是在假期啊，所以今天就简短说了一下啊。那么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啊，叫 K 线稀有战法啊。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